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四任妻子接连暴毙，房间有股奇臭味。和尚真是痴情人。听说了吗？那赵家老爷又死了一个媳妇，可不是吗？这都第4个了，一个个的都是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嫁过去没2年全没了。邪门儿！我听说呀，那赵家大院里一到夜里就飘出一股子奇臭味儿，跟死了老鼠似的，可恶心人了。对，我也闻见过。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啥不干净的东西呀？茶馆里几个老少爷们儿围坐一桌，议论纷纷，说的正是最近城里传得沸沸扬扬的赵家怪事。赵家老爷赵富贵，那可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，家财万贯，良田千顷。可奇怪的是，这赵老爷娶一房死一房，如今已经是第4任妻子了，还是没能逃过厄运。这事儿得从2年前说起。赵富贵的第1任妻子是城里出了名的美人儿，名叫李婉儿。2人成亲后如胶似漆，恩爱有加。可好景不长，1年后的一个夜晚，李婉儿突然暴毙而亡，死状凄惨，七窍流血。赵家人悲痛欲绝，请了名医查验，却查不出任何病因。这事儿也就成了悬案，渐渐地被人们淡忘。可谁曾想，李婉儿死后不到半年，赵富贵又娶了一房新媳妇儿，名叫王秀兰。王秀兰也是个美人儿，温柔贤惠，知书达理。可同样没过多久，王秀兰也死了，死状和李婉儿一模一样。这下赵家可慌了神，开始怀疑是不是家里风水有问题，于是请来了风水先生，里里外外查看了一番。风水先生说赵家大院风水极好，并无不妥之处。赵富贵无奈，只好又娶了一房新媳妇，名叫张翠花。张翠花是个泼辣的女子，身体强壮，本以为能逃过一劫，可没想到成亲后不到1年，张翠花也死了，死状依旧凄惨。这一下赵家可是彻底乱了套，赵富贵也吓得不敢再娶。可谁曾想，就在这时，一个名叫刘玉芬的女子主动找上门来，说自己愿意嫁给赵富贵，为他冲喜。赵富贵一看刘玉芬长得漂亮，又愿意嫁给自己，便答应了。可谁曾想，成亲后不到1个月，刘玉芬也死了，死状和前3个妻子一模一样。这事儿可算是彻底在城里炸了锅，人们纷纷议论，说赵家是不是招了啥不干净的东西。这天夜里，赵家大院里，赵富贵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，眉头紧锁，唉声叹气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吹过，书房的窗户突然开了，一股奇臭味儿随风飘了进来。赵富贵皱了皱眉，起身去关窗户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一个黑影从窗外一闪而过。赵富贵心里一惊，连忙追了出去。可那黑影速度极快，赵富贵追了半天也没追上。等他回到书房时，却发现书桌上多了一张纸条。纸条上写着：吃情种，害妻命，若要解，寻高僧。赵富贵一看纸条，吓得脸色苍白，心想这事儿怕是真有啥不干净的东西。于是第2天一早，他便派人去请了城外有名的慧觉和尚来家里查看。慧觉和尚一进门便皱起了眉头，他环顾四周，嗅了嗅空气中的气味，然后叹了口气，说道：赵施主，您家中这奇臭味儿，乃是怨气所化，只怕是您害死了您的妻子们呐。赵富贵一听，吓得连连摆手，说道：大师，您可别乱说呀。我赵富贵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人，但也不至于害人性命啊。慧觉和尚摇了摇头，说道：赵施主，您先别急，听我慢慢道来。您可知，您这4任妻子
为何都死得如此凄惨？”赵富贵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知，还请大师明示。”慧觉和尚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其实这事儿还得从您年轻时说起。您年轻时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对吧？”赵富贵一听，脸色微变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年轻时我确实爱过一个女子，名叫柳如烟。可后来因为她家道中落，我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便娶了别人。后来我听说她嫁到了外地，便再也没见过她。”慧觉和尚一听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柳如烟便是您这4任妻子的前世啊。”赵富贵一听，吓得连连后退，说道：“大师，您可别开玩笑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”慧觉和尚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赵施主，您可知这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？您当年为了功名利禄，抛弃了柳如烟，害得她郁郁而终。如今她化为厉鬼前来报复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”赵富贵一听，吓得瘫坐在地上，说道：“大师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不想死啊。”慧觉和尚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赵施主，要想结此愿，唯有真心忏悔，超度亡魂。您得为柳如烟立下长生牌位，每日诵经念佛，为她超度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化解她的怨气，保您平安。”赵富贵一听，连忙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这就去办。”于是赵富贵按照慧觉和尚的吩咐，为柳如烟立下了长生牌位，每日诵经念佛，为她超度。渐渐的，那奇臭味儿也消散了许多。可这事儿并未就此结束。1个月后的一天夜里，赵富贵正在书房里诵经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他打开门一看，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子站在门外，正是柳如烟的模样。赵富贵一看，吓得连连后退，说道：“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”那女子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说道：“赵富贵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柳如烟，我来找你索命了。”赵富贵一听，吓得瘫坐在地上，连连求饶。那女子却不理他，一步步逼近，伸出双手掐住了他的脖子。赵富贵只觉得呼吸困难，眼前一黑，便失去了知觉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床上，身边围着几个下人。他挣扎着坐起身，问道：“我这是在哪儿？我没死。”一个下人说道：“老爷，您没事儿，您只是晕过去了。不过您房间里的那个长生牌位却突然碎了。”赵富贵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这事儿怕是还没完。果然，从那以后，赵家大院里又开始飘出那股奇臭味儿，而赵富贵也日渐消瘦，精神恍惚，仿佛被什么东西缠身了一般。没过多久，赵富贵便一命呜呼，死在了书房里。死状凄惨，七窍流血，和前4任妻子一模一样。这事儿再次在城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人们纷纷议论，说赵富贵这是遭了报应，被厉鬼索命了。而赵家的家产也因为这事儿渐渐地败落了下来。如今赵家大院已经成了一片废墟，只有那4任妻子的坟墓还孤零零地立在那儿，仿佛在诉说着那段凄惨的往事。赵富贵死了以后，赵家可算是彻底完了。原本偌大的家产，没几年就败了个精光。赵家的那些亲戚们见赵家没了事，也都纷纷散去，不再往来。赵家大院也成了一片废墟，杂草丛生，荒凉无比。只有那4任妻子的坟墓还孤零零地立在那儿，成了这片废墟中唯一的标志。这事儿城里的人们议论了好些年，渐渐的也就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没人再去深究。可谁曾想，就在赵家败落10年后的一个夜晚，赵家大院的废墟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哭声。那哭声
凄厉婉转，仿佛有冤魂在诉说。住在附近的几户人家被这哭声吓得一夜没睡好觉。第二天一早，便纷纷来到赵家大院的废墟前，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只见废墟中多了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，正跪在那儿，哭得死去活来。那女子长得极美，却满脸泪痕，披头散发，看上去十分吓人。这是谁呀？怎么跑到赵家废墟里来了？不知道啊，这女子看上去挺吓人的。哎，你们快看，她是不是跟赵家那4任妻子长得有点像啊？人们纷纷议论着，却没人敢上前询问。就在这时，那女子突然抬起头，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说道：“你们认识赵富贵吗？”人们一听，吓得连连后退，说道：“不认识，我们不认识赵富贵。”那女子却仿佛没听见一般，继续说道：“赵富贵，你个负心汉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”说完，那女子又哭了起来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让人听了心里直发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老头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。他看了一眼那女子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姑娘，你是柳如烟吧？”那女子一听，愣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老头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哎，姑娘，这事儿说来话长啊。当年我跟你父亲是至交好友，你嫁给赵富贵的事儿，我也是知道的。可谁曾想，那赵富贵竟是个负心汉，害得你郁郁而终。后来你又化为厉鬼前来报复，这事儿我也都听说了。”那女子一听，哭得更厉害了，说道：“老爷爷，您说的对，我就是柳如烟。我当年被赵富贵抛弃，心中怨气难平，这才化为厉鬼前来报复。可我没想到，我害死了他4任妻子，却还是没能解我心头之恨。”老头一听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姑娘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你这样下去，只会害了自己，也会害了无辜的人啊。”那女子一听，愣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老爷爷，您说的对，可我已经回不了头了，我只能在这世上漂泊，成了一个孤魂野鬼。”老头一听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姑娘，你别灰心，这世间还是有办法的。我听说城外有一座寺庙，庙里有一位高僧，名叫法海，他法力无边，或许能帮你解脱。”那女子一听，眼睛一亮，说道：“真的吗？老爷爷，您能带我去找那位高僧吗？”老头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，姑娘，我这就带你去。”于是老头带着柳如烟来到了城外那座寺庙。他们找到法海高僧，说明了来意。法海高僧一听，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这事儿确实有些棘手，不过贫僧倒是可以试试。”说完，法海高僧闭上眼睛，开始默念咒语。只见他手中的佛珠突然发出了一阵耀眼的光芒，那光芒照在了柳如烟的身上，她只觉得一股暖流涌入了自己的身体。过了一会儿，法海高僧睁开眼睛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姑娘，你的怨气已经化解了，你可以安息了。”柳如烟一听，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”说完，她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，渐渐地消失在了空气中。这事儿算是告一段落了。可谁曾想，就在柳如烟消失后的第2天，赵家大院的废墟里又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哭声。人们纷纷来到废墟前，却发现那哭声竟然是从地下传来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哭声从地下传出来了？不知道啊，这赵家难道还有什么冤魂没解开吗？人们纷纷议论着，却没人敢上前查看。就在这时，那哭声突然停了下来，接着地下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声音：“赵富贵，你个负心汉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”人们一听，吓得连连后退，
说道：“这是谁在说话呀？”就在这时，只见废墟中突然裂开了一道口子，一个穿着红衣的女子从地下爬了出来。那女子满脸怨毒，双眼赤红，看上去十分吓人。这是谁呀？怎么从地下爬出来了？不知道啊，这赵家难道还有什么秘密吗？人们纷纷议论着，却没人敢上前询问。那红衣女子看了一眼周围的人们，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认识赵富贵吗？”人们一听，吓得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不认识，我们不认识赵富贵。”那红衣女子却仿佛没听见一般，继续说道：“赵富贵，你个负心汉，你害得我好惨啊！我本是城外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，被你骗进赵家，做了你的丫鬟。你对我百般凌辱，最后还把我活埋在了地下。如今我终于从地下爬出来了，我要找你报仇。”说完，那红衣女子便朝着赵家废墟外跑去。人们吓得纷纷躲避，生怕被她缠上。这事儿再次在城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人们纷纷议论，说赵家这是招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怎么一个接一个的都有冤魂来找赵富贵报仇。而赵家大院的废墟也成了一个禁忌之地，没人再敢靠近。可谁曾想，就在红衣女子出现后的第3天，赵家大院的废墟里又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声音。这次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低沉而沙哑，仿佛是在诉说着什么。人们纷纷来到废墟前，却发现那声音竟然是从一口枯井里传来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声音从枯井里传出来了？不知道啊，这赵家难道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？人们纷纷议论着，却没人敢上前查看。就在这时，那枯井里突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哭声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抛弃你，我不该害死你，我错了呀！”人们一听，吓得连连后退，说道：“这是谁在哭啊？怎么像是赵富贵的声音？”就在这时，只见枯井里突然冒出了一股黑气，那黑气仿佛有实体一般，在空中凝聚成了一个人形。赵富贵！人们看着空中的那个人形，吓得连连后退。那人形正是赵富贵的模样，他满脸悔恨，双眼赤红，仿佛受到了极大的折磨。我是赵富贵，我后悔了。我不该为了功名利禄抛弃柳如烟，我不该为了钱财害死那么多人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呀！赵富贵在空中痛哭流涕，仿佛要将自己内心的悔恨全都宣泄出来。人们看着空中的赵富贵，心中都充满了恐惧和怜悯。他们没想到，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大户人家，竟然会有这样的结局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，那大风将赵富贵的身形吹得四分五裂，渐渐地消失在了空气中。这事儿算是彻底结束了。赵家大院的废墟也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，只有那些知道内情的人，偶尔还会提起赵家那个负心汉和他的那些冤魂妻子们。而赵家的故事也成了城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。今天的第2个故事，妇人心寡，被同乡欺负，妇人趁其熟睡后，在床上倒一袋糖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那张家村的李寡妇昨晚可出了档子怪事儿。村头的大槐树下，几个老汉围坐着，抽着旱烟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啥怪事儿？快说说！一个急性子的年轻人忍不住插嘴问道：“嘿，这事儿可邪门了！那李寡妇啊，自打她丈夫去世后，就被村里的几个不正经的家伙欺负。昨晚啊，她居然趁着其中一个家伙熟睡后，在床上倒了一袋糖。”啥？倒一袋糖？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众人一听，纷纷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疑惑。这事儿啊，还得从头说起。
李寡妇名叫李翠花，原本是张家村一个本分勤快的妇人。她丈夫张大山是个老实巴交的汉子，两口子感情好，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可惜呀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张大山在一次进山采药时，不慎失足跌落悬崖，连尸首都没找到。李翠花一下子成了新寡妇，日子可就难过了。村里那些个游手好闲、不怀好意的家伙，见她一个弱女子无依无靠，便开始动起了歪心思，时不时的来骚扰她，言语轻薄，甚至动手动脚。李翠花虽然心中悲愤，但一个妇道人家又能怎么办呢？其中有个叫赵二狗的家伙更是嚣张，他仗着自己家里有几个钱，在村里横行霸道。自打张大山去世后，他就三天两头的往李翠花家里跑，明里暗里的威胁她，想要占她的便宜。李翠花心里那个苦啊，可是她又不敢声张，生怕惹恼了赵二狗，给自己招来更大的麻烦。她只能忍气吞声，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。这天晚上，赵二狗又借着酒劲闯进了李翠花的家。他一把推开李翠花，粗鲁地将她按倒在床上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。李翠花挣扎着，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，可是赵二狗却丝毫不管不顾，继续着他的受刑。折腾了大半夜，赵二狗终于心满意足地睡着了。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，嘴里还打着呼噜，睡得那叫一个香。李翠花躺在床上，望着眼前这个可恶的男人，心中充满了仇恨和无奈。她轻轻地下了床，从厨房的柜子里拿出一袋糖来。这袋糖是她丈夫张大山在世时给她买的。那时候他们两口子总喜欢在晚上泡上一壶茶，放上几块糖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。可是如今物是人非，这袋糖却成了他复仇的工具。李翠花拿着糖袋走到床边，毫不犹豫地倒在了赵二狗的身上。那糖块哗啦啦地落下，瞬间将赵二狗埋了起来。赵二狗被糖块惊醒，猛地坐了起来，可是他却发现自己已经被糖块缠住了，动弹不得。你干啥呢？这是啥意思？赵二狗惊恐地看着李翠花，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。李翠花冷冷地看着他，眼中充满了愤怒和绝望。你问我啥意思？你问问你自己，你都对我做了啥？我丈夫在世时，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，可是你呢？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还天天来欺负我。我告诉你，赵二狗，今天就是你的报应。赵二狗一听，吓得脸色都变了。他拼命地挣扎着，想要从糖块儿里挣脱出来，可是却越挣扎越紧。他大声地呼救着，可是在这寂静的夜晚，他的呼救声却显得那么微弱和无力。李翠花看着赵二狗狼狈的样子，心中没有一丝怜悯。她转身拿起一把剪刀，走到赵二狗面前，冷冷地说：你以为我会杀了你吗？不，我不会。杀人是犯法的，我不想让自己也变成罪人。但是我要让你知道，欺负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说完，李翠花举起剪刀，咔嚓一声，将赵二狗身上的衣服剪得稀巴烂。赵二狗吓得哇哇大叫，可是却毫无办法。李翠花又将剪刀扔在地上，拿起一旁的扫帚，狠狠地打在赵二狗的身上。你这个畜生，你这个坏蛋，你还敢不敢欺负我了？你还敢不敢了？李翠花一边打一边骂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赵二狗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连连求饶：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翠花，你饶了我吧。李翠花打累了，也骂累了。她停下手中的扫帚，看着眼前的赵二狗，心中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她知道自己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什么，赵二狗以后还是会继续欺负她，可是她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
原来是村里的几个老汉听到了动静，赶来查看情况。他们推开门一看，只见赵二狗被糖块儿缠住，衣服被剪得稀巴烂，浑身是伤地躺在床上。而李翠花则拿着扫帚，呆呆地站在一旁。哎呀妈呀，这是咋回事啊？一个老汉惊讶地问道。翠花呀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咋把二狗打成这样了？另一个老汉关切地问道。李翠花看着众人，心中一阵酸楚。她低下头，小声地说：“他欺负我。”众人一听，纷纷怒视着赵二狗。其中一个老汉走上前来，狠狠地踢了赵二狗一脚：“你这个畜生，你欺负人家寡妇干啥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”赵二狗被打得嗷嗷直叫，再也不敢嚣张了。他连连求饶，保证以后再也不敢欺负李翠花了。众人见赵二狗服了软，也就不再追究了。他们纷纷劝慰李翠花，让她不要太过伤心，要好好的过日子。李翠花感激地看着众人，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感激。这事过后，赵二狗果然收敛了许多，再也不敢来欺负李翠花了。而李翠花呢，也渐渐地从失去丈夫的阴影中走了出来。她开始重新打理家务，种起了田地，日子也慢慢地好了起来。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李翠花还是会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她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对不对，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怎样，但是她知道自己已经尽力了，她已经为自己和丈夫讨回了公道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李翠花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平静。然而，关于那晚的唐代事件，却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。人们茶余饭后总爱谈论起这件事，感叹着李寡妇的机智和勇敢。而李翠花呢，每当听到这些谈论，她总是淡淡的一笑，不置可否。她知道自己所做的只是出于一个弱女子的无奈和愤怒。她并不希望这件事成为自己的荣耀或标签，她只希望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，不再受到别人的欺负和伤害。就这样，李翠花在众人的关注和帮助下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。她的生活虽然平淡无奇，但却充满了希望和温暖。她相信，只要心中有爱，有信念，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挫折。而关于那晚的唐代事件，也成了村里一个永远的谜。人们不知道李翠花为什么要选择用唐代来对付赵二狗，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办法。但是人们都知道的是，从那以后，赵二狗再也不敢欺负人了，而李翠花也成了一个让人敬佩和尊重的寡妇。故事讲到这里，也就告一段落了。咱们下回分解，再给您讲一段更加离奇和精彩的民间故事。话说李翠花用唐代整治了赵二狗之后，村里的人都对她刮目相看。这寡妇，别看平时柔柔弱弱的，关键时刻还真有两把刷子。赵二狗呢，吃了这次亏，也学乖了不少，再也没敢到李翠花家来捣乱。可是这世道啊，总是充满了变数。就在大家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的时候，却又发生了一件更加离奇的事儿。那天，村里来了个游方道士。这道士身穿道袍，手持拂尘，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。他走到村头的大槐树下，就开始摆起了卦摊，给人算命看相。村里的人哪见过这场面啊，纷纷围了上来，好奇地看着这道士。道士也不含糊，有问必答，还时不时地露两手，给大家表演个法术啥的。大伙一看，这道士还真有两下子，纷纷掏钱请他给自己算算命。这道士啊，算得还挺准。他看了看赵二狗的面相，就说他最近有血光之灾，得小心点儿。赵二狗一听，心里那个慌啊，连忙掏钱请道士给破解破解。道士收了钱，给了他一道符，让他贴在家门上，说是能辟邪驱鬼。赵二狗拿着符，
半信半疑地回了家。他刚把符贴好，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一阵动静。他连忙跑出去一看，只见一只黄鼠狼正站在院子里，瞪着2只小眼睛，死死地盯着他。哎呀妈呀，这是个啥玩意儿？赵二狗吓得连连后退，差点没摔倒。那黄鼠狼也不害怕，站在原地，冲着赵二狗滋滋地叫了2声，然后转身就跑了。赵二狗看着黄鼠狼跑远，心里那个气呀！他心想，这道士就是个骗子，给我弄来个这玩意儿吓唬我。他越想越气，一把撕掉了门上的符，扔在地上，还狠狠地踩了几脚。可是这符一撕，事儿可就大了。当天晚上，赵二狗就做了个噩梦，他梦见自己被一个身穿白衣、披头散发的女鬼追赶。那女鬼一边追一边喊：“赵二狗，你还我命来！”赵二狗吓得拼命逃跑，可是却怎么也跑不快。那女鬼越来越近，眼看就要追上他了。啊！赵二狗大叫一声，从梦中惊醒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只见屋里漆黑一片，啥也没有。他喘着粗气，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，心想这梦可真够吓人的。可是这事儿还没完呢。第2天一大早，赵二狗起床后就觉得浑身不舒服，他头疼欲裂，四肢无力，还时不时地咳嗽几声。他心想，这肯定是昨晚被吓着了，得找那道士给看看。于是赵二狗连忙穿好衣服，跑到村头去找那道士。可是他到了那儿一看，哪儿还有道士的影子啊？那卦摊早就收摊了，道士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赵二狗这下可急眼了，他心想，这道士肯定是个骗子，收了钱就跑了。他越想越气，转身就往家里走。可是他刚走到家门口，就看见李翠花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包东西，正冲着他笑呢。哟，这不是二狗哥吗？你这是去哪儿了呀？李翠花热情地打着招呼。赵二狗一看是李翠花，心里那个烦啊！他没好气地说：“你管我去哪儿呢？你来干啥呀？”李翠花也不生气，把手里的包递给他说：“这是我昨天在山上采的药，治头疼咳嗽可管用了，你拿去试试吧。”赵二狗一听，心里那个感动啊！他心想，这李翠花还真是个好人，这时候还想着我。他接过药包，连声道谢，然后转身进了屋。赵二狗把药熬好，喝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他就觉得头不那么疼了，咳嗽也减轻了不少。他心里那个美呀，心想这药还真管用，以后可得好好谢谢李翠花。可是这事儿还没完呢。当天晚上，赵二狗又做了个噩梦，他梦见自己又被那个女鬼追赶了。那女鬼还是一边追一边喊：“赵二狗，你还我命来！”赵二狗吓得拼命逃跑，可是却怎么也跑不快。那女鬼越来越近，眼看就要追上他了。啊！赵二狗大叫一声，从梦中惊醒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只见屋里漆黑一片，啥也没有。可是他却发现自己的身上居然沾满了泥土和树叶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赵二狗吓得浑身直哆嗦，连忙点亮了油灯，仔细查看自己的身体。他发现自己的衣服上居然还有一些奇怪的划痕和脚印。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赵二狗吓得连声呼救，可是却没人答应。他心想，这肯定是那女鬼干的，她来找我报仇了。赵二狗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穿上衣服，跑到李翠花家去求救。他一到李翠花家门口，就砰砰砰地敲门，大声喊道：“翠花，翠花，你快开门啊！救命啊！”李翠花一听是赵二狗的声音，连忙打开门。他一看赵二狗那狼狈样，吓了一跳，连忙问：“二狗哥，你这是咋了？咋弄成这样啊？”赵二狗哭丧着脸说：“翠花呀，
你可得救救我呀！那女鬼来找我报仇了，她昨天晚上追我，把我弄成这样啊！”李翠花一听，心里那个惊啊！她心想，这赵二狗是不是疯了呀？咋胡说八道呢？可是看着他那副可怜样，他又有点不忍心。于是他安慰道：“二狗哥，你别怕，我这就去给你请个道士来，给你驱驱邪。”说完，李翠花转身就走，不一会儿就请来了个道士。这道士啊，可不是昨天那个骗子，而是个真有本事的高人。他看了看赵二狗的样子，又问了问他最近的情况，然后皱了皱眉说：“你这是被鬼缠身了呀？不过别担心，我给你做场法事，就能把这鬼给赶走。”赵二狗一听，连忙磕头谢恩。道士让他准备好香烛纸马，然后在院子里摆了个法坛，开始做法事。他嘴里念念有词，手里拿着法器，在空中比划来比划去。不一会儿，就见一股青烟从法坛上升起，直冲云霄。好了，二狗啊，这鬼已经被我赶走了，你以后啊，可得注意点儿，别再干那些缺德事儿了。道士做完法事，拍了拍赵二狗的肩膀，说道。赵二狗一听，连连点头，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他谢过道士，然后转身回了家。可是他刚走到家门口，就看见一个黑影从院子里窜了出来。啊！赵二狗大叫一声，吓得瘫坐在地上。他定睛一看，只见那黑影原来是一只黄鼠狼。这黄鼠狼是咋回事啊？赵二狗吓得连声呼救，可是却没人答应。他心想，这肯定是那道士在捣鬼，故意吓唬我。就在这时，李翠花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她一看赵二狗那狼狈样，又看了看那只黄鼠狼，心里顿时明白了。她走到赵二狗身边，扶起他说：“二狗哥，你别怕，这黄鼠狼是我放的。”“啥？是你放的？”赵二狗惊讶地看着李翠花，满脸疑惑。李翠花点了点头说：“对，是我放的。你知道为啥吗？因为那道士是我请来的，那女鬼也是我让她办的。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做坏事是会有报应的。你欺负了我那么多次，我本想直接报官，但那样做太绝了，也会毁了我自己。所以我才想出这个办法来吓唬你，让你以后别再干坏事了。”赵二狗一听，顿时愣住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事儿居然是李翠花搞的鬼。他看着他，不知道该说啥好。就在这时，那道士从暗处走了出来。他看着赵二狗说：“二狗啊，你看看吧，这就是你欺负人的下场。以后啊，可得好好做人啊。”赵二狗羞愧地低下了头，连声道歉。他保证以后再也不敢欺负人了，一定会好好做人。这事儿过后啊，赵二狗果然收敛了不少。他再也没敢到李翠花家来捣乱，也再没敢干坏事了。而李翠花呢，也过上了安稳的日子。她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成功地保护了自己，也让赵二狗得到了应有的教训。然而这事儿还没完呢。就在大家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的时候，却又发生了一件更加离奇的事儿。那天村里来了个神秘的老头，他穿着一身破衣烂衫，手里拿着一个破碗，挨家挨户的讨饭。村里的人哪见过这场面啊，纷纷给他点吃的喝的。可是这老头却不要吃的喝的，非要找李翠花不可。李翠花一听这老头要找自己，心里那个惊啊！他心想，这老头是谁呀？找我干啥呀？他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把老头请进了屋。老头一进屋，就仔细地打量起李翠花来。他看了半天，然后点了点头说：“不错，不错，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”李翠花一听，更加疑惑了。她问：“老人家，您找我到底有啥事儿啊？”老头笑了笑说：“我呀，是个云游四方的道士。前几天我路过你们村，
看到了一股妖气，我顺着妖气找来，就找到了你家。我看你啊，身上带有仙气，是个不平凡的人，所以我想收你为徒，教你一些法术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妇人流落街头，渔夫心善送她盘缠。妇人说：“小心你的妻子。”嘿，听说了吗？前儿个晚上，村口老柳树下头坐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妇人，哭得那叫一个惨呐。李大爷一边剔着牙，一边跟旁边下棋的王叔说道：“哦，这事儿我倒没注意，咋回事啊？”王叔头也不抬，专注地盯着棋盘。嘿，说起来也是邪门儿。那妇人自称是逃难来的，说家里遭了灾，就剩她一人了。这不走投无路，流落到咱这穷乡僻壤来了吗？李大爷边说边摇头，一脸感慨。那后来呢？王叔终于抬头问了一句。后来呀，咱们村的渔夫老张头心善，见那妇人可怜，就给她拿了些吃的，还给了她几两银子做盘缠，让她去寻个亲戚啥的。李大爷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老张头啊，那可是出了名的实诚人，这事儿他干得出来。那妇人呢？走了吗？”王叔追问。走了，不过临走前，他跟老张头说了一句话，差点没把老张头吓得背过气去。李大爷压低了声音，神秘兮兮地说道：“啥话呀？快说说。”王叔催促道：“那妇人说，老张头啊，你心善是好事，但也得小心你的妻子啊。”李大爷说完，还特意看了看四周，生怕有人听见似的。王叔一听，愣住了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问道：“这话啥意思啊？老张头的媳妇不是挺好的吗？咋就突然要小心了？”谁知道呢？老张头当时也是一头雾水，不过那妇人说完就走了，也没再多说啥。老张头回去后，心里头那个别扭啊，整整一晚没睡好觉，第二天起来眼睛都是肿的。李大爷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这事儿啊，还得从老张头救下那妇人说起。老张头是个渔夫，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，去村口的河边打鱼。这天晚上，他照常收网回家，经过村口老柳树下时，突然听见一阵哭声。老张头吓了一跳，这大半夜的，谁会在这儿哭呢？他壮着胆子走过去一看，只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妇人正坐在树下抹眼泪。老张头一看这妇人，心就软了。他问道：“大妹子，你这是咋了？有啥事儿跟我说说，说不定我能帮你呢。”妇人抬头一看老张头，哭得更厉害了。她抽抽搭搭地说：“大哥呀，我是逃难来的，家里遭了灾，亲人都没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我实在没地方去了。”老张头一听，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他连忙安慰道：“大妹子，你别哭了，先到我家去吧。我家里虽不富裕，但多你一口饭还是有的。”妇人一听，感激涕零，连忙跟着老张头回了家。老张头的媳妇是个贤惠人，见老张头带回个陌生人，也没多问，赶紧烧了热水，给妇人洗漱了一番，又给她做了碗热汤面。妇人吃完面，感激地说：“大哥大嫂，你们真是好人啊！我这辈子都没遇到过这么好的人。”老张头憨厚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嗨，这有啥？出门在外，谁还没个难处呢？你安心在我家住着，等找到亲戚了，再走也不迟。”妇人点了点头，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。老张头见状，赶紧岔开话题，问妇人叫啥名，从哪儿来的。妇人说她叫翠花，是从南边逃难过来的。就这样，翠花在老张头家住了下来。老张头和媳妇对她很好，把她当自家人一样对待。翠花也很勤快，每天帮着老张头的媳妇做家务，还时不时的去河边帮老张头打打下手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天晚上，
翠花突然跟老张头说她要走了。老张头一听，愣住了，问：“大妹子，你这是要走啊？为啥呢？在这儿住得好好的，咋突然就要走了呢？”翠花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大哥呀，你们对我好，我心里都知道，但我不能一直这么麻烦你们，我得去找我的亲戚了。”老张头一听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但他知道翠花说的对，他不能一直这么住下去。于是他从怀里掏出几两银子，递给翠花，说：“大妹子，这点钱你拿着，路上用。”翠花接过钱，感激地说：“大哥呀，你心善是好事，但也得小心你的妻子啊。”老张头一听这话，愣住了，他疑惑地问：“大妹子，你这话啥意思啊？我媳妇挺好的呀，咋就突然要小心了？”翠花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大哥呀，我也说不好，我就是觉得你媳妇她好像有点不对劲儿。”老张头一听这话，心里更别扭了。他送翠花到村口，看着她消失在夜色中，才转身回家。回到家后，老张头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翠花那句话是啥意思。他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一直到天亮。第二天起来，老张头觉得眼睛肿得厉害，肯定是昨晚没睡好的缘故。他洗漱了一番，准备去河边打鱼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媳妇在厨房里忙活的声音。老张头心里一暖，觉得还是家里好啊。他走到厨房门口，看见媳妇正在切菜，准备做饭。他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媳妇，今儿个做啥好吃的呀？”媳妇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：“今儿个给你炖条鱼，补补身子。”老张头一听，高兴地说：“好嘞，那我先去河边打鱼去了。”媳妇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你去吧，小心点啊。”老张头应了一声，扛着渔网就出门了。到了河边，他打好鱼，正准备收网回家，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正朝他跑来。老张头一看这人，吓了一跳，这不是翠花吗？她咋又回来了？还跑得这么急？翠花跑到老张头面前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大哥呀，不好了，你快回家看看吧，你媳妇她……”老张头一听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连忙问：“我媳妇咋了？你快说呀！”翠花喘着粗气说：“我刚才路过你家，看见你家门口站着个黑衣人，我偷偷一看，那人手里竟然拿着把刀，我吓得赶紧跑来告诉你。”老张头一听这话，脑袋嗡的一下炸了，他扔下渔网，撒腿就往家里跑。跑到家门口一看，果然看见个黑衣人站在门口。老张头想也没想，冲过去就跟黑衣人扭打在一起。黑衣人显然没想到老张头会突然回来，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。老张头趁着这个机会，一把夺过他手里的刀，把他按在地上。这时候，老张头的媳妇从屋里跑出来，一看这架势，吓得尖叫起来。老张头回头一看，愣住了，只见媳妇脸色苍白，眼睛里满是惊恐。老张头心里一沉，难道翠花说的是真的？媳妇她……老张头还没想明白，黑衣人突然开口了。他冷笑道：“哼，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有两下子。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抓住我吗？太天真了。”老张头一听这话，心里更疑惑了。他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为啥要害我？”黑衣人嘿嘿一笑，说：“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得小心你的妻子，她可不是什么好人呐。”老张头一听这话，气得差点晕过去。他吼道：“你胡说！我媳妇她咋就不是好人了？”黑衣人不再说话，只是冷笑。
老张头还想再问，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见村里的人都跑了过来，手里拿着棍棒、镰刀啥的。老张头一愣，问：“你们这是干啥呢？”村里的人一看老张头，都松了口气。其中一个人说：“老张头啊，我们听见你家里吵吵嚷嚷的，还以为出啥事儿了呢，就过来看看。”老张头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是村里的人听见动静，过来帮忙了。他感激地看了大伙一眼，说：“谢谢大家了，没事儿了，就是个小毛贼。”大伙一听这话，都松了口气。他们围着黑衣人看了一会儿，问老张头打算咋处理。老张头说：“先把他绑起来，送官府去吧。”于是大伙七手八脚地把黑衣人绑了起来，押着他往官府走去。老张头跟在后面，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。他回头看了一眼媳妇，只见她还是那副惊恐的样子。老张头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到了官府，老张头把事情的经过跟县太爷说了一遍。县太爷一听，皱了皱眉，说：“这事儿有些蹊跷啊，你媳妇她真的没问题吗？”老张头一听这话，心里更别扭了。他连忙说：“县太爷呀，我媳妇她真的没问题，她是个好人啊。”县太爷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先审审这个黑衣人吧。你回去后也多留个心眼儿，注意一下你媳妇。”老张头应了一声，垂头丧气地回家了。回到家后，他看见媳妇正坐在屋里发呆。老张头走过去，坐在他旁边，想安慰他几句，可是他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说啥。媳妇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说：“没事儿，说老张啊，你别听那黑衣人瞎说，我肯定是好人啊。”老张头看着媳妇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他想说啥，却又张不开口。最后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媳妇啊，我相信你，但你也得跟我说实话呀，你最近到底有没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？”媳妇一听这话，眼泪又下来了，她哭着说：“老张啊，你咋能不相信我呢？我真的啥都没干啊。”老张头一看媳妇哭了，心里更难受了。他连忙说：“媳妇啊，你别哭了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就是心里头别扭。你就跟我说实话吧。”媳妇擦了擦眼泪，说：“老张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咋回事啊。我最近就是老觉得心里头慌慌的，好像有啥事儿要发生似的，别的真的没了。”老张头一听这话，心里更没底了。他安慰了媳妇几句，让她先歇着，自己则坐在门槛上，一根接一根地抽旱烟。这时候，村里的王婶儿走了过来，她看见老张头愁眉苦脸的样子，问：“老张啊，你这是咋了？咋跟丢了魂似的？”老张头叹了口气，把事情的经过跟王婶儿说了一遍。王婶儿一听，眼睛瞪得老大，说：“这事儿邪门啊，老张啊，你得小心点儿啊。”老张头无奈地说：“小心啥呀？我现在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。”王婶儿拍了拍老张头的肩膀，说：“老张啊，你别太担心，我今儿个来就是给你支支招的。你回去后多留意一下你媳妇，看看她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。还有啊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把刀放在床头，以防万一。”老张头点了点头，觉得王婶儿说的有理。他送走了王婶儿，回到屋里，按照他的吩咐，把刀放在了床头。然后他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他一会儿想黑衣人说的那些话，一会儿又想媳妇的样子，心里头乱得跟麻团似的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可是刚睡着没多久，他就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他猛地睁开眼睛，一看，只见一个黑影正站在床前，
手里拿着把明晃晃的刀。老张头吓得差点叫起来。他定睛一看，发现那黑影竟然是媳妇。他连忙从床上坐起来，问媳妇啊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咋拿把刀站我床前啊？媳妇一听老张头醒了，吓得手里的刀都掉了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老张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心里头慌得厉害，想找你聊聊天儿。老张头一看媳妇的样子，心里更疑惑了。他下了床，捡起地上的刀，放在桌上，然后拉着媳妇坐下，问媳妇啊，你到底咋了？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吧。媳妇低着头，半天才挤出一句话：老张啊，我可能不是人。老张头一听这话，差点晕过去。他愣愣地看着媳妇，问你说啥呢？你咋就不是人了？媳妇抬起头，眼泪汪汪地看着老张头，说：老张啊，我其实是个妖怪，我变成人就是为了报恩。老张头一听这话，脑袋嗡的一下炸了。他愣愣地看着媳妇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反应过来，问你真的是妖怪？媳妇点了点头，说：我本来是山里的一只小狐狸，因为受了伤，被你救了下来。为了报恩，我就变成人，嫁给了你。可是最近，我发现有人想害你，我就是担心你，才拿着刀过来的。老张头一听这话，心里头五味杂陈，他既惊讶又害怕，但更多的是感动。他看着媳妇说：媳妇啊，你真的是为了报恩才嫁给我的？媳妇点了点头，说：老张啊，你别怕，我虽然是个妖怪，但我从没害过人，我就是想跟你过安稳日子。老张头叹了口气，说：媳妇啊，我不怕你是妖怪，我就是担心你会被人家发现，到时候咱们都得遭殃。媳妇一听这话也哭了，她抱着老张头说：老张啊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我已经变成人了，没法再变回去了。我只能尽量小心点儿，不被人家发现。老张头拍了拍媳妇的背，说：媳妇啊，你别哭了，咱们一块儿想办法吧，只要咱们小心点儿，应该不会有事儿的。就这样，老张头和媳妇商量了一番，决定先保密，不告诉任何人。他们每天还是像往常一样过着平淡的日子，但是老张头心里头始终有个疙瘩，担心媳妇会被人家发现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老张头和媳妇的小心翼翼也维持着。然而这天晚上，老张头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他梦见自己站在一片白茫茫的雾里，周围啥都看不见。突然，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头从雾里走了出来，他手里拿着一根拐杖，脸上满是皱纹。老张头一愣，问：你是谁呀？咋会在这儿？老头笑了笑，说：我是土地公公啊。老张啊，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。老张头一听是土地公公，连忙问：啥事儿啊？您说吧。土地公公叹了口气，说：老张啊，你媳妇她其实是个妖怪，她嫁给你就是为了报恩，但是最近有人想害你，你得小心点儿啊。老张头一听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连忙问：那我该咋办呢？土地公公说：老张啊，你回去后在你家院子里挖个坑，把这张符纸埋进去，这样就能保护你不受伤害了。老张头接过符纸，点了点头。他刚想再问几句，土地公公却突然消失了。老张头从梦中惊醒，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汗。他看着旁边的媳妇，心里头更不是滋味了。第二天，老张头按照土地公公的吩咐，在院子里挖了个坑，把符纸埋了进去。
然后他装作啥事儿都没发生，继续跟媳妇过着日子。然而这天晚上却又发生了意外。老张头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突然发现院子里站着个黑衣人，他吓得差点叫出来，连忙躲在门后偷偷观察。只见那黑衣人手里拿着把刀，正朝着埋符纸的地方走去。老张头心里头一紧，暗叫不好。他悄悄跟了上去，想看看黑衣人到底想干啥。黑衣人走到埋符纸的地方，停了下来。他四处张望了一番，确定没人后开始挖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他就把符纸挖了出来。老张头一看，心里头更急了。他想冲上去阻止黑衣人，但又怕打不过他。正在这时候，媳妇从屋里走了出来。他看见黑衣人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冲了上去。老张头一看，也顾不上害怕了，跟着冲了上去。三人扭打在一起，场面十分混乱。老张头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力气不小。他拼尽全力，终于跟媳妇一块儿把黑衣人制服了。这时候天也亮了。老张头看着躺在地上的黑衣人，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为啥要害我？”黑衣人嘿嘿一笑，说：“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得小心你的妻子，她可不是什么好人呐。”老张头一听这话，气得差点晕过去。他吼道：“你胡说！我媳妇她咋就不是好人了？”黑衣人不再说话，只是冷笑。老张头还想再问，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见村里的人都跑了过来，手里拿着棍棒、镰刀啥的。老张头一愣，问：“你们这是干啥呢？”村里的人一看老张头，都松了口气。其中一个人说：“老张头啊，我们听见你家里吵吵嚷嚷的，还以为出啥事儿了呢，就过来看看。”老张头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是村里的人听见动静，过来帮忙了。他感激地看了大伙一眼，说：“谢谢大家了，没事儿了，就是个小毛贼。”大伙一听这话，都松了口气。他们围着黑衣人看了一会儿，问老张头打算咋处理。老张头说：“先把他绑起来，送官府去吧。”于是大伙七手八脚地把黑衣人绑了起来，押着他往官府走去。老张头跟在后面，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。他回头看了一眼媳妇，只见她满脸疲惫，但眼神却异常坚定。老张头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到了官府，老张头把事情的经过跟县太爷说了一遍。县太爷一听，皱了皱眉，说：“这事儿有些蹊跷啊，你媳妇她真的没问题吗？”老张头一听这话，心里更别扭了。他连忙说：“县太爷呀，我媳妇她肯定没问题，她是个好人啊。”县太爷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先审审这个黑衣人吧。你回去后也多留个心眼儿，注意一下你媳妇。”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